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日常的拍摄中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拍摄场景和拍摄需要来设置相机的拍摄参数。首先我会用 M 档，因为 M 档更适合我的拍摄需要，或者说更方便。这个可能和大部分人的印象不太一样。为什么我觉得 M 档更方便呢？因为相机不知道我在某一刻的拍摄场景中需要用到高速快门还是低速快门，用到大光圈还是小光圈。当然，如果你的拍摄场景不论是大光圈、小光圈，甚至高速快门、低速快门都能应对的话，那无疑半自动挡或者说全自动挡会更方便、更合适一些。这个要看个人的拍摄需要。那对我来讲的话，我在拍摄过程中，快门和光圈这两个参数是必须要自定义的，所以我要用 M 档。先说快门吧，除了极少数的情况，我会将快门设置到一个比较特殊的范围，比如1/2秒或者是1/200秒。大多数的情况，我会直接将快门速度设置在1000分之1秒左右，因为我要保证我的照片没有拍糊，这是第一位的。其他的，比如景深效果呀之类的，都可以往后靠。因为在很多拍摄场景中，我没有办法站在那里，停在那里，然后进行拍摄。我会一边走，然后一边按下快门。这种时候呢，我必须要用高速快门。第二个就是光圈，光圈呢要根据天气和光线来定。一般来讲，我会设置成 f4或者是更小，因为我不太在乎前景深，甚至我比较排斥前景深。当然，这要根据自己的拍摄内容来定。比如一些人像摄影师，他可能需要用到大光圈，来营造一些特殊的效果。所以这个东西不能一概而论。还有一个就是 ISO， 这个一般我会设置成自动模式，然后设置到一个最高线，比如3200、6400，这个根据相机来定吧。我不太在意 ISO 高低，因为第一，现在相机技术已经越来越先进了，即便 ISO 有时候跑到3200、6400甚至更高，可能画面效果也还是不错的。第二的话，我不太在乎噪点，遇到光线极差的那种情况的话，除非是我要拍一些大面积暗影的照片，或者说刻意去拍摄一些颗粒感比较重的照片，否则的话我就收拾东西，我就不拍了。还有一个是测光模式，我会选择矩阵测光，或者说是多区测光，这个不同的相机它的说法不一样。总体来讲就是综合考虑整个画面的明暗进行测光。遇到明暗反差比较大的场景呢，相机其实并不知道我要侧重于亮部还是侧重于暗部，这个时候全面考虑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当然也有一个其他的操作方法，比如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亮部或者对于暗部进行测光，然后设置曝光参数，然后重新锁定曝光，然后重新调整构图进行拍摄。这种方法是更好的，但是比较麻烦一点，我就没有选择这种方法。还有就是对焦模式，我会选择单次自动对焦，然后偶尔搭配手动对焦进行拍摄。对焦区域的话，我会选择点对焦，但不是那种对焦区域非常非常小的那种，有些相机上面称之为精细对焦，那种对焦区域特别小的情况，我自己的感受是它可能对焦速度会稍稍有一点点慢。这个我没有经过严谨的测试，我只是我的感受。然后其他的对我自己的拍摄没有特别大的影响的一些设置，我在这里就不提了。
还有一个和相机的参数没有关系，但是对我日常的拍摄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帽子。我一般出门会戴一个帽子，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戴眼镜的朋友，在日常使用相机的时候，我自己的感受是，用取景器拍摄会有2个不方便的地方。第一个是为了看清楚取景器里面的画面，我会把脸贴到取景器上，贴得非常近，这样我才能看到取景器里面的完整画面，而不是只看到中间的一部分。当然这样的话，相机也可以拿得更稳一点，但是很容易就把眼镜挤歪了，导致我基本上每拍一次我就要扶一次眼镜。另外的话，我的左眼是主眼，所以的话我用取景器是用左眼睛看，然后我的右手就贴到右边的眼镜片上，很多时候导致眼镜就经常弄得很脏，要频繁擦眼镜片就很麻烦。因为这2个影响呢，所以的话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会优先使用相机的屏幕进行拍摄。为了解决屏幕反光的问题呢，所以我就会戴一个帽子，然后有些反光的时候，我会用帽子稍微遮一下，然后如果还不行的话，我会用左手稍微挡一挡。然后这就是我目前的解决办法。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主意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分享一下。所以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我会用取景器进行拍摄，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其实主观上来讲，我更喜欢用取景器进行拍摄。好，这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再见。